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我们的节目在 YouTube 上有专门频道，欢迎大家踊跃订阅。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中共的红二代、红三代是如何利用他们的关系网来争权夺利的？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曾经跟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的权贵们有非常多的业务往来的沈栋先生来上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谈一下他的个人的经历和他在中国的对中国权贵政治的观察。沈栋先生你好。汪老师你好。石板先生好。那沈先生非常高兴啊，恭喜你的回忆录《红色赌盘》终于在台湾出版了中文版啊。这本书2年前英文版出版的时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现在有15种语言翻译的版本嘛啊，在全世界有很大的这个震撼。那这个红色赌盘里面，特别是讲了您和你的前妻段伟宏的故事啊，如何既有交接中国的权贵啊，将资产积累到数十亿美金啊，实际上你们几乎都是白手起家的这样一种情况啊。然后在2017年前后，你的妻子就突然失踪啊，然后很长一段时间被软禁起来了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这里面这本书我自己读完非常好看啊，这个一口气你就可以读完了。那这个书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那我们先在谈这个书之前，我们想先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啊。你这个书已经出版了2年了，现在中文版也出版了。那这个书出版以后，对你前妻段伟宏的案情有什么影响？那他现在是不是还被中共调查和监管之中？他的罪名是什么？很高兴给我这个机会来参与你们节目啊。我觉得您刚刚说的这一段呢，里边有几个点呢，就是说第一呢，他是软禁还是硬禁，我也不知道，实际上是被失踪了4年半。第二呢，案情因为现在没有案子，也从来没有没有起诉过，也没有对，也没正式拘捕过，所以这4、5年，这您刚刚这一段的第2点。那么在目前情况来回答您的第3点。目前情况来说呢，它是基本上我出书，书是现在是23年对吧？是21年9月份出的。是。那么21年9月份，其实我是挑的是他失踪4周年那个日子来出的，因为那个书是礼拜2出，他是礼拜天通的电话和我，所以也就从那以后，他基本上好像应该是有基本自由吧，因为那个我们小孩基本上每个月可能每30个礼拜跟他通一个电话，那么也看到的他好像也有在国内其他城市走动，所以我想应该这一年半了吧，这1年半基本上应该是多少自由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基本自由是有的。但是他的公司能够正常运作吗？他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有正常参与公司的业务吗？我相信他的公司已经给没收了啊，就是这个公司已经没有了，他不再有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啊，所有这些都没有了。对 ，OK， 那这个这本书里面当然有很多跟各种各样的中共权贵交往的故事啊。那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段伟宏和你同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太太张培丽的亲密关系啊。那这个也是这个段伟宏建立这个权贵关系网的一个突破点啊，也是一个成功的关键。那这也是他被习近平领导的中共政权这个审查的主要原因吗？因为具体原因这个都不知道了，因为我跟他其实我第一个通他，我们通的第一个电话，我就问他，我问2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说你是为什么被关的，对。第二是就你这4年什么状态，那么当时我想这个
肯定当时他这个电话是被监听的啦，如果不是旁边这样坐着一个人，因为他的电话基本上已经失联，就断线断了4年了，那么然后突然一个电话能打通，这肯定不是突然就给了你一个电话，能全球随便打了。那么，所以他当时的回答是说他不能告诉我，所以这个我相信他电话到目前来说是不过是也是被监听的了。所以他从来没说过这2件事情。但是从他失踪以后到现在是多少？这个4年多、5年这样的，你没有设法通过以前你们的业务往来的这些权贵关系，或者你知道认识他的这些人，去想办法营救他，或者起码去打听一下他到底是为什么被抓起来？对，做过这个事情，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层面太高，大家都不敢碰。甚至连黄岐山都不敢碰。我没找过王岐山呢，因为这个，我想他抓他，王岐山是肯定知道的，因为他以前跟王岐山过往非常密切。那么当时他的时候，王岐山还是中纪委的一把手嘛，就这习近平的左右手嘛，一个抓人就王岐山，另外一个填那个位置就是那个清华那个曾经的清华校长。那么其实这2个人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我想王岐山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就是说我写这个书，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不欠他们任何人，这个起码我觉得了。然后就说王岐山这么个出手，我是觉得挺感叹的。是的，对啊，因为从你的书里面看起来，就整个过程，段伟宏跟王岐山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很多时候王岐山是利用他跟段伟宏的密切关系来打探温家宝的消息。对，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啊，因为那个时候王岐山还是北京市长，还没有被升为副总理。包括一直到副总理以后，一直到副总理以后，他利用跟段伟宏的关系来打听总理的消息。就他打听，就总理对他的看法，或者对他工作的一些意见的看法，或者是温家对某些事情怎么看的。是，那但是结果段伟宏被抓的时候，王岐山是中纪委书记，某种意义上有可能是黄岐山在操盘抓他的，应该就是了。应该就是了，就是说。这某种程度，其实在这书里边有很多不同的章节、不同的故事，其实就看到，就在中国这么一个系统之内，这个到底就是人性是什么？就一切皆可牺牲。其实很多这关系都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关系都是建立在利益关系上的，在利益改变的时候，这个关系的性质可以彻底改变。是，完全是互相利用啊，这样一种状况。我稍微，您刚才软禁这个是软禁什么状态？我当然我不太清楚。我有一个朋友有这么一个例子，他就是还是胡锦涛时代的事啊，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学金融的硕士生，然后在一个中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给这个总裁老板当秘书，然后后来据说有不知道怎么投资亏了很大一笔钱，然后这个老板呢，因为中央有关系，就是说老板把自己救出来了。这亏钱的话，很多人都有责任。我这个朋友是小秘书，他也有一点责任。但是说他有一次在中国的西部一个城市开会时候，突然之间中纪委就把他带走了，然后就给他软禁到了一个旅馆里边，然后有4个武警看着他，然后这4个武警是轮班看着他，是可以和他就是说交流一些谈生活上的事情，可以不许谈案情。然后呢，偶尔的过个1、2个星期会有一个中纪委官员来跟了解情况，也没抓他，这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许出去，然后不许跟外界有任何联系。所以说他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他家人，都以为他失踪了。这个持续了1年半，然后他就越想越怕。然后呢，他看电视看到自己当时的那个老板，后来调到别的城市当市委书记去了，然后他就觉得这个老板已经完全安全着陆了嘛。弄不好责任全推到我身上，这一大笔钱我可能说不定有判死刑，所以就想怎么自救，然后陪他呢下象棋下得好，所以说他跟那武警那武警看他也没事嘛，他就教武警下象棋，天天下得特别好。他有一个武警战士说要复员，
然后他说你现在是你复原以后，你找我一个北京的一个好兄弟，你去找他，我给你写一个条，你去找他领10万块钱，他给你10万块钱，然后呢你就告诉他我在哪里，怎么回事，他们就有办法救我了。我这个朋友他也有很多关系嘛，结果这个武警退役之后，去按照他吩咐去找他那个朋友，把钱交给他以后，他们这些朋友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关在哪里，然后花了很大力气就把他救出来了。救出来以后，反正他说他有一个后遗症，是他出来以后他太太跑掉了，然后呢他是做证券的嘛，他的所有的钱都放在他太太过世的妈妈的账号里面，所以太太跑了，太太妈妈也跟着跑了，所以他钱都没有了。后来他就出国了，就是完全等于说呢，后来他分析是把他控制这1年半的话，就是这笔亏空由谁来背锅？各种力量在互相的推来推去的，如果他们都有关系嘛，如果活动的话，就可能能自救，但是给你控制起来的话，你的朋友都不知道你哪里去，根本没法自救。就是跟这个段永红的情况不是一样，当然不一样，他这是一个比较小的 case 了，但是就是说完全控制以后是不许任何人接触的，也不知道案情。对，就是对我们来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法治的国家，就是他要怎么抓你都可以，但是也不经过正当的法律的程序嘛。如果按照中国的刑事审判法这个过程，你不能够随便逮捕人，你逮捕人了以后，你有一定的时间，你就要起诉他，不然的话你就要把他放出来嘛。中国全部没有啊，他是可以随意处置人嘛。对。那肖建华被抓了以后，好多年都没有判嘛，5年嘛。对啊，这是哪有这种事情？任何国家的法律早就过了提诉期了。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做生意的，基本上这种事情，就朋友圈子里边都有人经历过。那么最早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就是我估计大概10几20年前吧，大家说法就是你熬2年，你就熬2年就你顶住，什么都不要说，2年基本上就能解决，就说他们也就放弃了，然后就你就，但是你只要咬人，那后面就不这事儿最后怎么发展就不好说了。这个当时是开始的，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在想，就是说 ，OK， 就是第一个，他9月份抓的，那说年底，那会不会有点消息啊？年底过去了，然后农历年，然后说农历年应该有点消息了吧？也没，然后那就很快就变成一个无止境的事情了。这个事情，因为我刚刚说跟他的情况不一样，就是说他被动不是就是。大家圈子里都知道的。其实他失踪的时候，后来我应该没记错的话，《纽约时报》都报道过，有一篇文章报道说他被失踪了。那么然后这个北京这个圈子，我们认识人太多了，他失踪大家都知道的，不是这种就您认识那个朋友那个种情况。对。然后基本上我的概念就是，大家都不敢动，因为他的失踪，你看最后走到今天这个。其实肯定是跟政治有关的，高层政治有关的。那这种情况，现在这种情况下，高层政治的东西都是要生要死的，谁敢碰啊？对，当然了，这个大家都认为这个可能跟温家有关系啊，或者是跟习近平对温家宝的权力斗争有关系。那我们先问一下，就这书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段伟宏当初是怎么认识温家宝太太的？这个也其实是一个很戏剧性的一个过程。这他自己跟我说的，就是他这个应该也没认识我之前没太久吧。然后就是他们这女士聚会，就三位女性晚上吃了个晚饭。然后呢，段永红其实是一个非常能说会道的人。然后而且他能说会道，不是说就能咱北京说能侃啊，是说就是说他确实是。看了很多书，然后他的记忆特别强，然后他可以给你出口成章，把这个是什么希腊的哲学书给你背了2个章节出来啊，然后这种能力是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觉得哇，这个惊为，这不能说惊为天人吧，也觉得印象深刻。那么他就是当时呢，他们就交换了手机。那时候这个他还是副总理。那么还没有温家宝还是副总理，对。那么然后呢，段永红其实
结束了晚饭之后呢，其实一直就没找那个张佩丽。那个时候段伟宏已经自己在开一个房地产公司了。他那时候刚刚搬来北京，就是说他刚刚把那个天津的业务刚刚结束，刚刚搬来北京做这个电信的生意。电讯。那么然后呢，然后过了大概1个多礼拜吧，张佩丽给他打电话，说你怎么没给我打电话？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不留了手机号码给你了吗？然后从那个点上，他们开始交往。那么他就说，他当时是特意不给张佩丽打电话，因为觉得这所有人都在追这个位置，就跟张佩丽联系嘛。对。那么他说去追也没什么意思。对。但是。其实某种程度就香港人说丢够了卖，吊起来卖，就是你看这个人人都在那不给他追，你看我就清高。对。然后这个也是其实当时一个过程。大学里面追美女也是要有这样的技能，这样的技能是有这么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吊胃口的过程。对。但是但是某种程度你能吊胃口，也是你对自己的有一定的自信嘛。是。沈先生，然后好像你这书里面谈到你跟段伟宏谈恋爱的时候，最后他还要找张阿姨来跟你们见面，跟你见面来下判断，说你这个人可信不可信，他能不能嫁你？这个其实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有几个点在这里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因为在中国这种权力场吧，包括应该特别是权力场了。就是说，一般都是夫妻联盟的。你说你就看吧，那个包括贪官，他睡很多女的，他为什么要去睡那些女的？就是说他打比方说，他把很大一笔钱放在那个女的，他只要没跟那个女的睡，他就觉得不安稳。我要把这个人变成我的人。那么所以就因为官场，就刚刚咱们说的，就是中国没有一个法律制度，其实都是靠人情互信。所以很多东西就是靠这种人情互信来维系。因为法律是不能保障你的。那么所以就是说选配偶特别重要，特别是在这种情况打算跟温家合伙做事情的情况下，你选配偶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温家也会非常在意到底你跟什么人走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需要得到这个温家的一个。也不能说许可吧，这个一个英文叫 blessing。那么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也是一种拉近关系的一种方法，对吧？就我都把你当妈来看了，对吧？这个，你看我挑老公都要你许可，都要得到你的 blessing， 我才会去嫁这个人。那这种关系就拉得很近。是。那么，所以其实是当时这个举动，这2层我觉得是关键。那么当然也有一个，因为他们开始关系走得很近，他希望就好像找个闺蜜就是说帮我看一眼这种概念吧，对吧？但我觉得前面那2个是主导。但是好像在我看来，张阿姨似乎把段伟宏当作她自己的干女儿这样来对待。他为什么他跟他自己的子女，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关系没有那么好吗？我觉得是这样子了。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子女的话呢，第一，他的女儿确实是非常这种刁蛮小姐吧，那么就是不好处理。那么他儿子呢，因为他其实是需要，因为段伟宏在他身边做的事情是他子女不会去做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怎么说的特别难听的话，就是皇上身边的大太监了吧？对吧？那这个你女儿是不会帮你做这些事情的，就是说你贴身服务，等于说是对吧？你想什么东西，她先帮你想到，你可能会想什么东西，她也去帮你想到，而且这个段伟宏是能力特别强的。然后就是说你打算要做的事情，他帮你去执行了，这个不是子女都会做的事情。是有道理。这个当然这里面一个重要的这个讨论的议题，特别是纽约时报当时披露的关于平安保险法人股的问题啊，这个能不能把这个事件或这个案子的前后，你们怎么跟温家宝的家族合作，一起去
买了平安保险法人股啊，然后怎么样获得暴利的整个这个过程，来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跟你觉得当时《纽约时报》的报道有些什么，实际上可能是没有搞清楚事实的真相。首先是其实是当时是因为平安保险的发起股东是有3个发起股东，一个是我就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没 Costco 对，就是中远是一个，深圳市政府是一个，还有应该是招商局吧？对，你知道这个海运这个行业是很大波动的，那么所以那个是有一段时间呢，就是 Costco 中远它这个业绩不好，对，那么他就想把那个股份卖出来，然后卖一部分出来。卖一部分出来，才魏家福嘛对，魏家福，他为了业绩，他要把他手上持有的平安保险股票法人股卖掉，卖一部分出来呢，因为他也获利，因为这段时间他的 ANA 净资产值是有增值的，那么有增值的话，他买回来他就拿去账面，他就可以冲他的账面去嘛，那么是这个原因，那么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这个段永宏就去深圳见了魏家福，那么当时呢，其实就是想买，那么也就跟温家商量这件事情。那么温家呢，因为温家其实他那个女儿，这种事情会提意见了，因为他以前也算是做金融嘛，然后就家里面总是想听一听，然后他女儿是不赞成的，因为这也是说明，其实当时因为很早嘛，那时候其实那买的前提，其实当时是我们知道，这也是这个马明哲自己在那说的，就是说。可能过半年，平安他们在跟汇丰银行谈，要汇丰会入股。对，那么所以当时这个想法呢，因为其实那时候也是很早了，这个保险这个行业也刚刚起步。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觉得，你在汇丰进来打了这个底，这个东西肯定是不会倒的，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前景应该是看好了，但是最终这个到底。能不能看能挣多少钱？那是没有概念的，那是没有概念。是，所以呢，而且当时，所以最后呢，就是说，也是有来回，温家有说买，也说不买，说不买。那后来我们说，那你不买，我们自己买吧。我们那么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他们又说他们也买，那么就是他们也买，那么就这样子就在说就是 OK， 大家一起去买这批股票。那么当时的我就说，但是不好意思，我想问，那你跟你太太段伟宏的公司，或者是温家，他们各自出钱买这个法人股，平安的法人股，从中原买下来，这个钱哪里来？特别是温家的钱是哪里来的？这个其实都是外面借的。这个是外面融资借的，这个其实在当时就是你这个多少年前了都，20年前吧，20年前中国是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对，就是说你在外面融资借一笔钱回来，然后买了这批股票，这其实是做一个过桥贷款了，就是说，然后那个买了这批股票，然后把这批股票质押给银行，然后再把这个质押款还给那个借款方。是就一个过墙贷款的这个路径是，那么大概是2001年、02年的事情02年吧，大概应该差不多02年。那么这个是，所以为什么呢？其实你如果这个是，其实马明哲他里边的股东基本上都是这么个操作的。是。那么所以呢，你去看平安保险每年的股息，它的股息一定是。足够 cover 这个银行利息的，是，它基本上定在5%，因为银行利息一般比这个贷款利息一般比这个低，然后他照顾到他所有人，这个应该可能包括他自己。对。那么，平安保险很多小股东，其实是他代理人了。对。那么，所以这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么当时我如果没记错，其实我们做了很多调研了。当时我们买的，当时市场的成交价就是净资产加5%、10%这样子。那么这个是一般的市场价。那么我当时同年也有另外2家公司有2笔交易在平安的这个法人股，所以我们买的价格其实是一样的。对，都是市场价。但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现在回头说挣了很多钱，说你们这个什么，就是好像权贵交易啊，其实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唯一的权贵交易就是说，我们愿意去买，然后我们事先得到这个消息，是，然后我们有能力买下来，就只如此而已了。这个没有，因为市场上也有其他交易存在，跟我们也没关系。我的价格也不比其他的人低，这个权贵交易在哪里了？当然从西方的角度来讲，如果这个中原国际要卖这个股票的话，它应该有一个公开市场的拍卖，看谁愿意出最高的钱卖给谁。这样的话，对于中远集团的股东来说，这是最有利的。但不是这样子的。中国当时没有这样的机制，整个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机制了。另外2笔交易也没有人走这个机制，而且这就是说，当时的价格你根本卖不出比这个价格高了，就净资产加10%，你根本卖不出比这个价格高的价格。不然的话，其他买的股东也会，如果能拍卖就能涨到更高的价格，我相信其他股东也会那两笔交易也会做这件事情，他们也没有做，因为市场根本不认可这更高的价格。石板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刚才讲的这个，我当时就是《纽约时报》报的时候，我在北京嘛，确实是蛮震撼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北京啊，我们的印象里的权贵的几家，有什么江泽民江家啦、邓小平邓家、叶剑英叶家啦、周永康周家，都是非常大的。温家宝好像当时形象还算不错的。那个当然说，温家人啊，就是温家宝的那个太太和儿子温云松的口碑并不是很好，特别是那个温云松的话，我认识一些这个红2代的朋友都说他是一个什么高衙内那种有很霸道的感觉了，做生意有点这个。但是说温家宝还有印象就是温家宝的母亲也出现了嘛，温家宝母亲90多岁的母亲，我觉得温家宝是很会表演的，我觉得他这个人的给人的印象是很好的。温家宝有一次去日本，然后在国会演讲，然后呢他演讲的时候呢念了就是谈日中关系有一段。这个就是谈到日本的历史战后啊，就是说日本很努力什么，就是克服这个和维持和平路线和亚洲各国搞好关系那段评价日本的部分啊，温家宝没念出来，跳过去了。后来我们想应该是有意的，那段文章是事先发给我们记者的稿，是我跳过去了。跳过去以后呢，然后呢他就回去了嘛。然后第2天早上起来，他从旅馆出来的时候，所有记者堵着围着他，然后呢。就是都问他为什么那段没有念过，因为日本人很在意这个嘛。然后他一上来他就是说，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给我90多岁的妈妈了，然后我妈妈说，那个关系那个你讲的特别好，这个和日本搞好关系很重要。然后我听了很受鼓励。他这么一讲呢，一把这个妈妈的话题弄出来呢，大家都不好意思问，你知道吗？然后温家宝就在很多的时候用这种自己是孝子的形象，其实给他加个分加了很多嘛。所以说，我觉得温家人在大家印象很好的印象之中，突然之间出现《纽时报》，原来温家也是这么大的，就是这几大家族之一，这个对我们的冲击蛮大的。另外一个，我们跟《纽约时报》也属于竞争关系嘛，他能报这么大的独家，对我们来说也是受蛮大冲击的。当然，后来听说这个也是温家宝跟薄熙来之间的斗争的原因嘛。对，就这个《纽约时报》的故事，突然之间，温家宝的90几岁的妈妈成了一个亿万富翁啊！这个他名下有一大堆的这个平安保险的股票，这件事情你觉得是温家，特别是这个张阿姨的一个操作上的失策？这彻底是了，就是说。我觉得里边接着说，顺着刚刚石板先生说的这个提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呢，其实我一直在书里边也说，有很多这个其他人不大认可，但这确实是我自己的经历啊。就是说，在他们家的这个生意这个操作上面，温家宝是没有参与的，而且温家宝其实也基本上不知情。那么这是第一点。第2点呢，具体到平安这件事情呢，其实当时就开始的时候呢，整批股票都是在段永宏名下的。那么但随着市场价格的这个飞速增长啊，就是说从这股价从我们应该当时的成本我算的那时候是大概2块多钱吧，
然后等我们出手的时候是大概6块钱吧，这个就是成了就以数以10亿美金计的这个价值的时候，他就觉得，就不管跟你多亲近啊，就您刚刚说的干女儿，但是放你名下我还是不放心。那么但是这么大的钱，他就做了一个这个决定，就放到温家宝的这个母亲的名下，然后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致命错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致命的错误的话，你媒体怎么报你没有实证嘛，你放到温家宝母亲的话，这个证就是无可抵赖的一个证据，对吧？但是这个是不是这件事情或者《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被习近平利用来这个整肃温家宝，或者是起码在政治上给温家宝一个紧箍咒的一个手段了？我们不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我们当时这个认识，包括一直以来我的认识，就是说，其实在纽约时报出来之前几个月，这个Bloomberg。也是报了习家的在香港的一些资产，主要是他的姐姐吧，对，他姐姐的家族在香港的一些资产。那么随着之后呢，这就出来《纽约时报》这个事情，所以当时这个在整个中央的认识就是说，这个是美国的系列性操作来打击我们，所以呢，就说这个其实之前习近平的这件事情给温家提供了很大的掩护，所以就是习近平自己的。被报道这件事，被这件事反而掩护了温家的这个。对，因为中央的认为就是这美国的一个系列性操作来打击我们，然后他就说坚定了整体的信心，大家的信心，说要把这件事情给盖了。你在这个书里面特别提到啊，这个在2012年习近平正式掌权之前，当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但是已经是确定他会成为这个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了，你跟这个张培丽和你们段伟宏，你们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彭丽媛一起有吃饭，但是你当时那个饭局以后，对于习近平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啊。这个第一，习近平夫妻为什么要同意跟你们吃饭？然后你从这场饭局这么近身的观察他们夫妻两个关系的时候，你得出了一个什么特别的印象？他们两个人是不是这个彭丽媛在做主？我觉得回到您之前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温家宝在跟习近平应该算是在薄熙来这件上是完全的战略同盟，那么就是说，应该是说他们我里边有很具体的说他们俩怎么联手把这个薄熙来给搞下去的。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两个是一个战略某种程度的这种联盟关系了。那么这个是也是其实是为什么后来就算习近平上了台。就是说然后有纽约时报这件事情，段永宏也一直认为，就是说他不会出事儿，因为温家和习家的这个联手这件事情，因为而且打掉薄熙来，对这个习近平今天的这个全面掌权是有关键性的作用的。那么这个是一件事情。第二，就具体说，就那天那顿饭的事情。那顿饭的段永宏，我没去啊，是段永宏、张阿姨和那个习近平夫妻。那么因为他们两个为什么就是说，就他们一般都是这么两个，就是等于差不多有一个这个是差不多一个干女儿带着来，然后因为也是个女性，这样就比较方便。那么事后段伟宏跟我的这个交流呢，就是说，这第一呢是当时其实有一点，其实大家这个应该出了权力圈嘛，大家可能认识不是很充分的。其实到底习近平还李克强谁上，是很晚才决定的。就是说在上位之前几个月的这个时候，还有一个说到底谁上。
就没有一个说很早，就是说几年前他已经定下来，习近平上他做总理，不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就是说，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而且两个都是常委，对吧？那么所以那个习近平是有这个需求和当时的总理搞好关系的。这个是这个饭局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因由。那么当然，这温家也有这个需求，跟未来的不管是总理还是一把手，这个建立一定的关系，更强的关系基础。那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温家其实在外面，因为我为什么说温家宝其实没有参与家里的，他也不清楚家里的生意呢？就温家在外面的代表就是张佩丽。就张佩丽代表温家在场面上的所有走动，那么包括我在书里边就包括了官员选择，他的这种背景调查这种都是他的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紧密的夫妻关系。那么温家宝因为说实在他做总理，他也不方便出来见那些人，对吧？特别是如果常委两个人私下见面，那你们两个是不是要造反呢？对不对？两个常委不能私下见面的。所以这个张贝利跟习近平夫妇的那顿饭，那么事后的看法呢，就是说整顿饭呢，就是说习近平没有什么讲话，基本上全是他太太在那这个冲着场面。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大家出来是要处关系的嘛，对。当然处关系的话，你又不讲话，让你太太全场讲，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这印象比较深刻。对，但是这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事后段伟宏的某种误判，他认为因为温家宝有恩于习近平，然后这个他们两个习近平跟温家宝都有相互的共同利益关系，所以段伟宏跟温家关系这么紧密，习近平就应该不会对段伟宏出手。对。他是有这么样一个判断的，有这么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事后证明是错误的。对，关于习近平这一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北京有《炎黄春秋》，都是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的那些改革派的老先生。那本杂志当时很出名。对，我那个时候我在北京，我经常跟他们交流嘛。然后习近平那个时候上台之前啊，跟你就是很少说话，大家都不知道他想的什么，而且礼数都做得很到位。就是比如说最后胡耀邦和习仲勋两个是盟友嘛，就一起倒掉了嘛。然后习近平每年都去看，那胡耀邦的太太健在，就是每年都去看胡耀邦家里，然后对胡耀邦的几个小孩，他都是叫大哥嘛，大哥二哥都非常客气，而且对那些改革派的那些人。就是那时候有个向南是改革派，当过福建省委书记嘛。对向南的家属，习近平也是，因为习近平刚到福建的时候受过照顾嘛，也是非常就是说尽礼数啊，非常讲这个。所以当时改革派的那些像杜导正啊那些人都以为习近平是改革派的。然后有的时候像那个胡耀邦的什么胡德平，他们几个就说中国要改革啊，你这样不行啊，我们要什么选举啊。然后习近平当时就说，那是已经国家副主席了，马上要继位了啊。他说我就是一个听活的，他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没有发言权，都是用这种态度。所以说，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那些改革派对他有非常大的期待，以为他的，结果后来就没想到他是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人啊。对，所以就是说这个过程，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啊，就是无论是党内的改革派。还是太子党，或者是温家，或者是胡锦涛，各个方面啊，包括段伟宏，似乎都误判了习近平。对，为什么大家都误判了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谜题，其实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先说这个，就是说顺着您刚刚说的，就您刚刚说他对这个就是这个老人很尊敬啊，然后显得很谦卑的样子啊。那么当时我们也是，就跟北京其实圈子里面大家都在打听习近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这包括我们也见了那些他以前在福建跟他共事的人，在浙江跟他共事的人，就大家的一个共识，就不只是我们的判断，大家的共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因为他这个在这过去几十年基本上没有政绩可言。对，然后但是当然这血脉纯正的，对吧？所以呢，这个所以就觉得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那时候叫击鼓传花嘛，就是说这个 musical chair，这击鼓传花也就这样子了，萧规照随，他接着做就干的事情跟以前的政策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这基本上这个是北京当时圈子内整体的共识。另外一个呢，他当时其实他的基本盘就是红二代。就红色血脉是它的基本盘，因为它没有这个势力圈子，所以红色血脉是它基本盘。那北京当时传了一个整体，就有一个说法吧，就是说，其实说的就会说的很难听啊，就是说看门的可以靠边了，然后这个邵主任回来了，那看门的他们看门的意思就是胡锦涛、江泽民都是看门的，那这个邵主任现在回来了，那么这个是当时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当时在对他即将上位那时候的整体的一个态势和对他的看法，那么我觉得现在回头看，当然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在对中国权力场这个权术的玩弄，也是极致到家的一个操作者，历史上好像比较像王猛啊，王猛还有一定能力的。当时那个北京传的那个红二代给传的圈，就是当时有个香港的电影，是首先应该是古龙的小说嘛，叫《绝代双骄》嘛，说太子党有绝代双骄嘛，是习近平和薄熙来嘛，然后薄熙来无德，习近平无能，这习近平无能好像是大家一个共识啊。然后后来现在也看到嘛，现在不是有句话说习近平是干正事千疮百孔，干坏事滴水不漏嘛，就是说共产党，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是很会的，对，但是治国是确实不行。对，这个总体来说，这个现在回过头来观察，已经经过10年，经过20大了，经过这个两会了，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了以后，你觉得现在习近平跟所谓的当初特别拥护他、支持他的红二代、红三代的关系网是怎么样一个关系了？这关系应该说是非常紧张。我觉得几个点吧，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胡晓辉那个事情，那个陈小鲁的死亡，这个其实对红二代来说，陈小鲁算是一个圈子里边一个老大，对老大，就是说你搞这个胡晓辉，搞到这个陈小鲁都这个，你说这个气死吧？某种程度来说，这个大家对这个圈子其实也震动了，也震动挺大。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中国的每一个大的这个商人啊，背后都是有红色血脉的资本在里边。那他现在这么大规模的这10年大规模打击这个资本，其实是伤害了红色血脉他们的这个巨大的利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跟国际这种断交啊，基本上跟美国彻底就掰了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相当程度的伤害了红色血脉的利益。而且一个独裁者走到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他也是已经跟某种程度来说，他已经也是跟红色血脉的红色血脉这个圈子啊有点掰了这个东西，因为。他不想他们来成为他的未来的这个威胁，所以他这一次就现在真的是提拔的人孤家寡人，就所有的皇帝的人都是孤家寡人，所以他20大提拔的人都是以前他在福建、浙江跟他有同事关系，但是是他的秘书，所以他等于是。这以前皇帝就是这样，你要么是重用后宫，要么重用太监嘛。他等于现在是重用太监，对啊，然后后宫的那些个这个皇亲国戚他不管了，对啊，是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可以这么形容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看他这个就是现在提拔进来这个人，以前就10年前根本是不入流的，就是在北京这个圈子，没人想着他们会什么进什么常委，或说就连部级干部都不会去考虑他们这波人的。这个就根本是不在一个圈子里边混的人。这个当然，这个一个是就您刚刚说的这种
越级提拔了，但只要你越级提拔，同时你是得罪了很多很多既得利益者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对他的未来的，就是说推行他的政策、推行他的这些理念的执行层面会造成巨大障碍，我认为。对，我觉得就是现在等于说过去的权，我们刚才讲什么薄一波家啊，什么周永康家啊，叶剑英家，都是一些红色权贵，在全世界到处都是资产。我想可能几年以后就会出现什么王小红家啊，什么李强家啊，什么那个李希家啊，就可能这些人现在他们这个财产还在积累当中嘛。也许他们唱完以后，就新的权贵可能会出现。那新的权贵和旧的权贵之间，我觉得必有一个竞争关系。而且我想，今后中国说不定还是一场新的腥风血雨会发现的。我觉得腥风血雨的这个可能用的字眼有点重哦。但是肯定是，就我觉得新的权贵一定会出来的，因为这个系统就这么个系统嘛。那包括这个上一届的时候，那个全国政协主席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人，他的不是就当时就爆了，他的女儿在贾庆林不是上一届，就是上一届，就是刚刚退下来，刚刚退下来的政协主席汪洋，不是汪洋没有啊，汪洋常务副总理嘛。汪洋政协主席啊，你这现在要去做政协主席。王沪宁不是汪洋不是政协主席，你讲的是人大。人大的，他香港报媒体不是已经报了栗战书啊？对，人大栗战书，他不已经报了吗？香港媒体都报了出来了，他这个在香港的这个资本市场这个巨额操作，对，那这已经出来了这个事情，对是。不过栗战书到目前为止，他们家族还没有被处理嘛啊。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啊，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紧去买这本书啊。这个红色赌盘，这个刚刚在台湾这个出版啊，这个应该是中文版的中华人世界的第一次的这个出版的这本书。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谢谢沈东先生，谢谢石板老师，谢谢各位观众。